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神反转，恩人变仇人，10年复仇白忙活。复仇从来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，而是一场自我撕裂的煎熬。当肖战饰演的藏海在《藏海传》中踏上复仇之路时，观众以为这又是一部典型的权谋爽剧，主角隐忍多年，步步为营，最终打脸仇敌，逆袭上位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一个令人震撼的反转浮出水面，那个让藏海家族一夜覆灭的仇人，竟曾是暗中救他一命的恩人。这不是简单的善恶难辨，而是人性与命运交织的复杂图谱。2015年，重庆的一栋老居民楼里，凌晨4点，窗外风穿过破旧纱窗，吹得纸叶哗哗作响。肖战伏案阅读《藏海传》剧本，手边的台词本扉页写着：藏海不是复仇机器，他是被时代碾碎的人。那时候，这部剧还只是个雏形项目，外界对肖战的期待仍停留在流量偶像的刻板印象里。人们质疑，一个靠颜值出道的演员，能演好如此复杂的权谋角色吗？制片人张本回忆起最初选角时的情景，我们想找一个既能表现藏海狠厉一面，又能挖掘其内心挣扎的演员。肖战身上有一种矛盾感，他像重启的服务器般苏醒，在镜头前逐渐释放演技，但舆论并不买账。社交平台上充斥着肖战演不好这种烧脑剧的声音，甚至有人讽刺这部剧拍出来就是给粉丝看的自嗨作品。拍摄现场有一幕戏令导演曹逸文至今难忘，那是藏海第一次见到庄鲁隐、黄觉士的重头戏。按照原剧本设定，庄鲁隐是当年主导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之一，可就在两人对峙的瞬间，庄鲁隐却低声说了一句台词：“你还活着”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和欣慰。这一句台词彻底颠覆了藏海的认知，也颠覆了观众的预期。我们想打破传统复仇叙事的套路。编剧赵柳毅解释道，藏海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，但实际上真相远比他想象的更复杂。随着调查深入，藏海发现自己之所以能在那场灭门惨案中幸存，正是因为庄鲁隐暗中出手相救。当年那一夜，庄鲁隐并未真正下令屠戮全族，而是借刀杀人，将真正的幕后黑手引向藏海的父亲蒯夺。这个反转像一记闷棍，打得观众措手不及。5月18日，《藏海传》正式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，并同步上线优酷平台。开播当晚，微博热搜霸榜3小时，话题肖战演技炸裂，藏海传太烧脑持续发酵。观众开始重新审视复仇这个主题，曾经以为的正义之战，如今变成了一场关于误解、牺牲与成长的旅程。剧中，藏海在得知真相后，并没有选择原谅，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面对过去。他不再执着于毁灭仇敌，而是用堪舆之术与朝堂智慧，重建一个不再需要复仇的秩序。这不是个人的胜利，而是整个时代的觉醒。导演郑晓龙在接受采访时说道：“我们希望通过藏海的成长，让观众看到仇恨不是终点，理解才是。”而在现实世界中，肖战也完成了从偶像到演员的蜕变。他凭借藏海一角斩获多个表演奖项提名，甚至被业内称为最具潜力的实力派新生代。藏海传没有落入以暴制暴的俗套，他用一个极致反转的故事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：当我们以为的敌人，其实是另一个角度的守护者；当我们以为的正义，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偏执。就像藏海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困在过去的情绪牢笼中，无法释怀。但真正的成长，不是打败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而是学会在真相面前放下执念，走向宽恕与重建。这不是一部讲述复仇的剧，
而是关于如何走出阴影、重拾信念的预言。这不是一次打脸逆袭，而是一次心灵的涅槃重生。这不是复仇，而是守护。这才是《藏海传》最烧脑也最动人之处。